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这件事，因为我每次试着复述，都会发现自己记错了一些细节。不是记忆力的问题，是那段时间本身好像有些地方是空的，就像一盘录了一半的磁带，中间有几分钟被人摁了暂停，抹掉了。所以这一次我只想把我还记得的那些原样放在这里。你们有些人可能看过我去年冬天那几条视频，就是从大兴安岭老宅拍的那批，背景是雪，暖气片，一盏发黄的吊灯。很多人问我那时候为什么突然停播了将近3周，我当时给的理由是设备故障，这是假的。真正的原因是那半个月里我有几天是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的，不是失忆，而是同时在2个地方。我的身体坐在那张木桌前，但我同时也在看着那个坐在桌前的自己。那台老收音机把我拆开了，拆成了2半，一半留在那间屋子里，另一半被迫坐在外面看着。那是去年冬至前2天，我刚辞了职，原因说来话长，总之是那种辞了之后既松了口气又不知道下一步的状态。我想回一趟老宅散散心，顺便拍点雪地素材囤着，也算给粉丝一个交代。毕竟那段时间我更新得很稀，大家催得挺凶。老宅在林场最深处，我爷爷那辈就住在这里，后来全家陆续搬去了县城，房子就空了下来。我这次是第一次独自住进去。进门的时候，我特意去掀了一下院子里那个装碎石的铁桶，看了看底下有没有野猫留下的爪印。这是小时候和爷爷回来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，可能就是想确认这地方没有完全变生。铁桶底下是干净的雪，没有爪印，屋里的气味比我预料的要好一些，不是发霉的那种潮气，有点偏干，像是陈年的松木和旧报纸混在一起。我把带来的东西归置了一下，架好摄像机，又把暖气片上的阀门拧开，听着里面开始咕噜咕噜的响，觉得还挺有人烟气。然后我做的第2件事是把那台收音机接上电。那台收音机是我爷爷的，红灯牌，旋钮盘面已经发黄，调频指针里面有一条细细的裂缝。我小时候很喜欢摆弄它，觉得那种滋滋的杂音很有意思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通话。这次带回来，一半是想当背景音，一半是说不清楚，就是觉得应该开着它。那天的频道很干净，干净的让人不舒服。通常哪怕是在林场里，也会有隐隐约约的农村广播或者别的信号混进来，但那天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我呼出的白气和偶尔从房顶落下来的积雪的闷响。我当时摸了摸旋钮，把音量调到刚好能填满房间的那一格，然后开始整理器材。那股怪味是大概1个小时后开始的，不重，就像站在一辆刚开过的旧电车旁边，铁锈和血水的腥气。我绕着屋子检查了一圈，暖气片没漏，窗户缝用泡沫条堵得很严，外墙也没有开裂的地方。我没有找到来源，就把它归结成是老房子的正常气味，继续架设备。戴上监听耳机的那一刻，那个声音第一次出现了，极轻的，像是指甲划过砂纸的声音。就在我正后方不到1米，我猛地回头，桌上落了一层灰，什么都没有，但那灰的表面有一道细痕，从桌子中间一直延伸到靠墙的那一侧，像是什么东西刚刚被人用指尖划过去。我当时蹲下来看了很久，那道痕迹的宽度跟一根手指差不多，但方向是从墙壁往外，不是从外往墙里，是从墙往外。我摘下耳机，在屋子里站了大概2分钟，什么都没再发生。后来我重新戴上，那个声音又回来了，但已经不是沙质的声音，它变成了一个人在说话的声音，很小声，就在我身后那个位置，语气缓慢，像是在念什么东西。我一直没把那段说的内容写出来，不是因为记不清，而是因为那个语气和我平时在直播间开场打招呼的方式一模一样。我耳机里听到的是我自己的腔调，再说一句我从来没说过的话。我把耳机放下来，去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口，故意让吞咽的声音稍微响一点。2秒后，那台没有接任何音源的收音机把那声吞咽完整的放了回来。连咽下去之后，那口细小的收尾的气息都在。我当时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，是冷静的有点可怕。
我放下水杯，故意重重地咳了一声，又等了2秒，收音机把那声咳嗽放了回来，包括我喉咙里的那条颤纹。我站在那里，听着那台机器把我的声音还给我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它不是在录音，因为录音的话不会有2秒的延迟，它是在等我发出声音，然后把它放回来，就像是在问我，你确定你还在这里吗？我掏出手机开了直播，镜头一打开，弹幕就涌进来了，比平时快很多，几百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进了直播间。我当时以为是大家憋着呢，毕竟我好久没播。我把手机横过来，想让大家看看这个老宅。收音机就在我右手边，弹幕里有人开始刷这屋子好有年代感，也有人在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差。然后有一条加粗的消息弹出来，是一个关注我3年多的老粉。他说，主播你别逗了，你不是在睡觉吗？我刚从你另一个直播间跳过来的。我没有立刻去查，我先把弹幕往上拉，看看有没有别人说同样的话。有，零零散散的，大概7、8条，措辞都差不多。另一个直播间，你在睡觉，侧躺在桌子上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账号被盗了，或者是有人拿我以前的旧素材再开第2个号。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，我认识的几个做户外的博主都遇到过。我很快切换到账号管理，去找那个正在直播的地址，加载转了大概2、3秒，画面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的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走。那个直播间的背景是这张木桌，不是别的木桌，是这张我刚才被耳机磕出一个缺口的那个桌角，完整的出现在画面左下角。那个收音机在桌子右侧，跟我现在看到的位置分毫不差。画面里的我正趴在桌上，侧着脸，胸口起伏，在睡觉。我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热的是活人的温度。我也用手背拍了拍自己的脸颊，确认我是清醒的。然后我站起来，用正在直播的这部手机对准了那个收音机。就在我手机镜头转过去的那一秒，画面里趴着的我动了，他慢慢地抬起头，转向镜头的方向。由于是侧脸，我看不清表情，但我看见了眼神，那种直勾勾的没有焦点的像玻璃珠一样的眼神。他就那么盯着镜头一动不动，而那台收音机在那个画面里在响，里面播放的是我刚才扫视房间时的喘息声。我开始往门口走，我不想在屋里待了。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不是单纯的害怕，而是那种你突然意识到你可能是多余的那种感觉。那个房间里已经有一个我了，那个我正趴在桌上，正被收音机播放着我的声音哄着，正被几百个人的弹幕看着。那我现在这个我是什么？门拉不动，不是锁着，是拉不动，手感上就像门框本身变厚了，或者门板后面有什么东西顶住了。我使劲拽了3、4次，什么用都没有。我转头去看窗户，冰霜糊了一整层，白得像一堵墙。然后我听见手机里传出一个声音，从扬声器里是我自己的嗓音，语调平静，像是在对我说话，别开门，外面没人。我低头看屏幕，那个趴着的我已经站起来了，他站在镜头背后，手里拿着一部手机，朝着镜头的方向对我比划。然后他往旁边走了2步，推开了那扇我拽不动的门。门外不是雪地，是黑的，是一种把什么都吃干净了的黑。收音机里开始说话了，他用我的语气，准确到连我紧张时那个旧式的口头禅都原样复刻，在说他发现我了，他在看手机，他想跑。那个声音不是从喇叭里出来的，是从我后脑勺里出来的。我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我一直盯着手机屏幕，看着那个直播间里的我，看他站在门口，看他慢慢回过身来看镜头。每次他动一下，收音机里就传出一声骨头摩擦的嘎吱。我试图划手机屏幕，想把那个直播间关掉，屏幕不响应。我试了很多次，手指在那块玻璃上划过去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像是在摸一块冻住的铁板。然后我做了一件事，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把手机放在了桌上，正面朝下。就这样，
我把那个直播间盖住了，让他拍桌板，让那个我只能对着木纹收音机安静了大概3秒钟，然后他开始播一首歌，我爷爷生前常听的那首东北那边农村广播里经常放的老曲子，我从小就听，已经能把旋律背下来了。我不知道那台机器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，它没有联网，没有存储卡，什么都没有，但那首曲子就这么响起来了，有点失真，有点断续，像是磁带被拉伸过一样。我站在那里听着，我觉得我快哭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那首歌突然把这间屋子变得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。门把手开始发热了，我能感觉到不是变冷是变热，像是有人在门的另一侧用手握着它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搭上去，然后往自己这侧一拉，门开了，外面是雪地，月光把积雪照得一片白亮，冷空气扑进来，把那首歌盖住了。我冲出去跑了大概20-30米，跑到院子中间，转过身看了一眼那间亮着灯的老宅，窗户里是橘黄色的灯光，安静得像一幅画。收音机的音量已经小得听不见了，那台桌上的手机屏幕是亮的，正面朝上。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把它翻过来的。我在雪地里待到天亮，是2个下山的巡林员发现了我，他们说我蹲在那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，手脚都冻得没什么知觉，但神志是清楚的，一直在看手机屏幕。他们问我屏幕上是什么，我低头去看，那个直播间还开着，显示的在线人数是0。那半个月里一条都没有更新过的备份，那天凌晨4点多有了一条新记录，时长3秒，3秒钟是黑画面，只有收音机调频的底噪，还有我自己的声音在问一句话：你在看我吗？我把那3秒保存下来了，但我到现在没有把它发出去过。我试了几次，每次上传到一半就失败，报错信息都是同一条，文件格式不支持。我用了7-8种不同的格式转换，报的都是同一个错。我现在录视频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把麦克风的物理开关死死压在手心里。我不确定这有没有用，但只要我能感觉到那个开关在我手里，我就能确认现在发出声音的是我，不是那台收音机。上个月我整理旧手机备份的时候，发现那次大兴安岭的素材里有一段我完全没有印象的画面，大概4分钟，拍的是这张木桌，收音机放在右侧，暖气片在左边，没有人在镜头里，但可以听到有人在说话，就在桌子旁边，声音是平静的，像是在讲一件早就知道结局的事。我把那4分钟听完了，那个声音是我的，我认识自己的语气，但那4分钟里他讲的那些事，是这段视频里我现在正在讲的内容，一字不差，连我刚才说到一半停顿了一下的那个位置也完全对上了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也许什么都不是，也许是那台收音机的问题，也许是大兴安岭的无线电环境太复杂，干扰了什么录进去了，也许那个在屋子里睡觉的我比我先把这件事讲完了。